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视频的另一集。我们将向您展示最完美的结合，就是用多个时间级别图来分析，以获得清晰的图表、趋势和进场的位置。通过结合价格行为和聪明金钱概念，我们将展示如何有效地进行多个时间级别图分析，来确定市场方向、供应和需求区域、流动性以及大时间到低时间框架的交易机会。那么，什么是多个时间级别图分析？多个时间级别图分析是一种技术结合多个时间框架和市场因素的分析，来获得全面了解市场状况。从较高的时间范围开始，放大到较低的细节，使我们能够对各级关键领域的市场走向有一个主要的了解。应用月图也是一样的概念。该视频将教您在每个时间范围内准确寻找什么，以便轻松地对任何图表进行良好的分析。但首先，为什么我们需要结合多个时间级别的时间范围？这有三大原因。第一，克服方向混乱。这是5分钟图表，市场看起来波动很大，没有任何明显的方向，它不断向上和向下波动，任何尝试寻找方向的交易者都会感到困惑。但如果我们缩小到1小时时间框架，您可以快速识别市场趋势是看跌区域。通过观察这区域和之前5分钟图表上的区域相比，我们可以是较高的时间框架方向偏跌，那我们可以尝试在5分钟图表中做空。请记住，每当您对方向感到困惑和市场不断打破结构的关键水平，您就是关注错误的时间框架。因此，分析较大的图表可以让你提高更精确、更自信的入场点。第二，提高准确性。对更高时间范围关键水平的轻微反应，可能是较低时间范围内的趋势变化。因此，在进行任何交易前，我们应该检查我们有多少空间在更高的时间框架才到达供应或需求区域。这将帮助我们了解如何设置我们的目标止损，并避免亏损交易。在英镑美元15分钟图表上，我们出现了强劲的看涨走势，并出现低效率，因此我们有一个有效的订单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做多。然而，市场突然改变方向，并忽略需求订单块，您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缩小到1小时的时间范围，我们可以看到方向改变可能是由于达到了更高的时间框架关键水平，出现多次阻力。所以，检查更高的时间框架关键水平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种不必要的风险。看一下这里的另一个例子，在1个小时的时间范围内，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低效率突破先前结构和蜡烛出现不平衡，这我们可以预测价格有可能上升。因此，如果价格回落到订单块区域，这将是进入多头的绝佳机会。将止损设置在波段低点下方，4小时时间范围的市场结构水平将是我们的盈利目标。那么，让我们看看在较大时的时间范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4个小时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突破了这些供应区域，因此需求受到控制，并且价格在到达下一个未缓解的订单块之前，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因此可能是一次高效率的交易，因为我们结合了较高的时间框架水平的方向和在较低框架也偏向上和符合较低时间进入设置。第三，优化进场交易。分析多个时间框架允许交易者确定最佳的交易进入和出场点。例如，想象一下，如果您正在等待价格回落至订单流区域，并随着看涨买入，如果我们在该区域的开始处设置买入订单，我们的止损太大，因此最佳的交易方式是寻找确认，并在较小的时间范围内买入。这种确认有助于以更好的买入减少错误信号的可能性，并增加交易者对分析的信心。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多时间框架分析的重要性，让我向您展示结合多个时间框架的最佳技术，以获得清晰的图表分析。现在让我一步步向您展示我们如何用多个时间级别图来分析，那就是通过较高的时间框架并缩小到较低的细节，以识别最佳交易机会。我们在图表分析中考虑3种类型的时间范围。首先，从较高的时间范围开始，我们用每周和每天较高时间框架关键水平用于识别市场状态，如顺势或转势和方向。第二，我们使用4小时和1小时时间框架进行大部分分析，包括确定市场方向、供需区域、订单块、流动性区域和交易机会。第三，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确认和较小细节的入市的动能，请使用15分钟和5分钟的时间范围。
这里我们有每周时间范围内的欧元、美元。在第一步中，我们标记价格在市场结构最近反映过的关键水平。我们希望分析简单，因此我们只在近期的最新水平价格，例如这个水平是我们的历史高点，最近2次被拒绝了，我们在这画线。我们前面有另一个价格支撑了2次，我们在这画支撑线。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画另一个关键线。现在这是我们从每周时间框架中需要的东西。这是市场结构的关键水平，当价格触及它们时，价格很有可能做出反应。所以，让我们放大到日图。首先，我们在日图时间框架上进行调整，我们把周线移动去日图里最多接触的次数。第二，我们用另一种颜色画日图的市场结构的关键水平，原因是我们希望在放大较低时间范围时，能够区分周线和日线水平，因为时间范围越高，级别的重要性就越大。现在这也是我们在日图时间范围内需要做的事情，但请记住，在画市场结构的水平线时，要记住3件事：首先，画接触最多次数的水平线；第二，蜡烛的身体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别；第三，将水平视为区域而不是实线。如何设定市场结构的5个关键标准？每个标准都会是一个关键级别。第一是转折点，转折点是先前扭转市场趋势的区域，市场认为这些区域被高估或超卖。当价格再次达到这些水平时，价格更有可能对这些水平做出反应。第二个，多次被拒绝，来自一个地区的多次被拒绝，表明交易者在不同时间采取相同级别的行动，使其更加强大。拒绝越多越好，但不能保证水平会保持不变。当市场进入那个水平时，我们密切关注价格走势。如果每次出现拒绝时，价格变得更弱，和价格未跌破之前波动低点一路向上走，这水平突破的机会较大，也会成为很强劲的支撑。如果价格再次回测及该区域，第三个，充当支持又充当阻力。如果市场水平结构之前既充当支持又充当阻力，它增加了价格再次拒绝该水平的概率。第四，到达重要地区有较大的蜡烛远离该地区，这意味着不是一个微小的反应，但真正的反转。从某个水平，如果有几根大的蜡烛远离该地区，该水平就越重要。第五，最近受尊重或创建的水平，最新价格的水平总是更有效。因为它们是当前的核心的，无论它们是传统的支持阻力或订单块。现在说了这么多，让我们放大4个小时的时间范围来继续我们的分析，就是聪明金钱概念发挥作用的地方。在这4个小时里，我们在图表上可以看到周图和日图的线。当市场达到这些区域时，每个区域都可以充当强大的支持或阻力。因此，我们有主要2种方式使用这些区域。首先，寻找市场方向，每一个区域都可以上或下，表明供给或需求是否受到控制，让价格可以继续推向另一个水平。其次，我们将它们用作更高时间为我们的交易制定目标。所以，这4个小时是我们充分应用聪明金钱概念的时候，包括确定市场方向、供应和需求区域、订单块、低效率、流动性区域和可能的交易机会。因此，市场最近已经跌破关键日线水平，势头强劲，这表明供给处于控制之中。目前这有低效以及结构破坏，因此造成低效率的蜡烛是我们的订单块区域，这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可能的空头入场机会，但我们不能在此订单块上设置卖出限制，因为价格已经拒绝了在一个关键的日线水平。这可能是短期下降趋势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我们需要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例如15分钟，进行看跌确认才能买入空头。另一方面，如果价格突破这2个水平，则表明强劲的看涨势头可能会使价格上涨并再次测试该周图级别。现在让我们放大1小时时间范围来继续我们的分析。我们知道较高的时间范围方向偏差是看跌的。我们预计价格会从4小时时间范围订单块中被拒绝。在缓解了这个每日区域之后，市场正在制定一个在到达4小时订单块之前的深度回撤，制造流动性区域。这是另一个确认。目前价格处于短期上升趋势，理想的情况是4小时和1小时的价格方向处于相同的看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美的应用了价格行为和聪明金钱概念。在图表，我们有一个4小时的订单块。这是值得注意的交易区域。对于4小时时间范围的订单块，
我们会在15分钟内寻找确认，而对于1小时时间范围的订单块，我们会在5分钟内寻找确认。因此，15分钟图是我们在此过程中分析的最后一个时间范围。在此时间范围内，我们寻找确认并建仓。因此，首先我们需要价格进入订单区块区域并出现市场惯性改变，以确认短期上涨趋势已经结束，市场可以继续下跌。如果我们看不到市场惯性改变，我们就不会进行任何交易。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价格之前的日图水平。如果市场能够成功突破该日图区域，它可以继续向下推，以达到周图价格的水平。好吧，现在让我们看看真实的图表。这里有出现市场惯性改变，不过没有低效率。我们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即斐波那契 0.618 进场。我们在这里买入，止损将位于略高于波动高点的位置。我们的目标将是天图的时间范围水平。此设置只是如何进入交易的示例。您可以使用多种价格行为或聪明金钱概念来进入市场，但请记住，在对您的真实账户进行任何设置之前，您应该用不同货币的历史数据对其进行回测和评估。交易策略的表现和回溯测试能使交易者建立所需的信心，并为其相关策略改进和优化。现在让我们继续分析英镑和日元，应用多时间框架分析来理解完整概念。在周图时间范围内，这些是接近当前价格可见的周线水平，因此我们现在将它们化为黑线。让我们继续看日图。首先，我们将周图线调整到最多数量的接触，然后如果日图有明显的水平，我们将它画出。现在让我们进入4小时图，在4小时图上，我们到达周图水平后，价格回弹向上和双底出现，我们将偏见看涨，市场已经转向上行，而且出现市场惯性改变。因此，这里有2种情况：如果在较小的时间框架价格在该订单块显示看涨信号，我们可以做多，我们的主要目标将是日图线。相反，如果市场继续跌破周线并收于其下方，我们的4小时方向将转变为看跌。我们预计价格将达到价格之前的下一个水平。现在让我们放大1小时的时间范围来观察更多细节。在1小时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缓解这4小时订单块区域后，市场出现市场惯性改变，这表明市场发出了信号，短期下跌趋势已经结束，价格可能会继续上涨。好吧。让我们看一下15分钟的时间范围，来找到入场点和确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惯性改变。我们又看不到任何明显的低效率，我们将等待。这明显出现结构破坏和低效率。我们在这里做多，止损位于波段低点下方。我们的目标是日图的结构水平。这里我们的交易利润率为1:6，这是一个完美的交易。所以我希望这个视频能提供一些价值给大家。如果确实如此，请点击喜欢按钮以表示您的支持。如果您是新人，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也不要忘记在下面发表评论您的想法和问题，我们会尽力回答。下一集见。